我用一部新买的 iPhone 调到了互圈传说中的太子爷。我买下最新款苹果手机的那天，一个帅得过分的男人在苹果店里径直朝我走来，问我能不能借手机给他拍个视频。他拿着我的手机，对着镜头一脸羞涩地说：谢谢我亲爱的，给我买的最新款苹果手机。那声音夹的，我感觉我脚底能扣出一座城堡。全场都沉默了。然后他清了清嗓子，对着前置摄像头继续开始表演。下午3点，又到了我朴实无华的炫富时间。新出的原色也就那样吧，1万多的手机对我来说很稀松平常。今天先这样，过几天带你们看看我亲爱的给我买的新车。你们不要太酸，有些人你们想傍富婆，先撒泡尿看看自己长啥样吧。他这话一出，周围瞬间安静了0.5秒，紧接着店内爆发出的哄笑和说话声。我的天，现在装逼的门槛都这么低了吗？手机都要借别人的，还一顿下午茶的钱，他怎么不说是1个月的工资呢？还傍富婆？他认识人家小姐姐吗？就傍富婆？闺蜜江淼则捂着脸，一副没眼看的样子。苏婉，我说了吧，这人太奇葩，说不要借，你还头铁的非借给他。帅哥拍完，把手机还给我，有些不好意思。谢谢你，帮大忙了。周围的嘲笑声越来越刺耳，我看着他装作坦然自若的样子，有些好笑。鬼使神差的，我开口了：要不我给你买一个手机吧，你就不用这么到处乱蹭了。我又补了一句：我看你好像挺需要的。帅哥愣了一下，随即脸上绽开笑意。现在不需要了，要不加个微信，下次我请你吃饭，感谢你借我手机。我正要点头，江淼又一次拉住我的胳膊，压低声音：别加，这种男的脸皮厚，长得帅，最会骗女孩子了，你小心被他缠上。我只是笑笑，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。江淼不知道，那个男生正是互圈富家的唯一继承人，传说中从不露面的太子爷傅成彦。我早就盯上他了。高级会所的包厢里，傅成彦把手机往桌上一扔，嫌弃道：这大冒险谁想的？让我去苹果店装逼，还念那么尬的词，我这辈子没这么丢人过。一群狐朋狗友笑得东倒西歪。谁让燕哥你玩游戏输了呢？江少不也去商场电梯里抱着柱子喊妈妈了吗？彼此彼此。快，给我们看看视频。一群人立刻围了上去。哈哈哈哈，燕哥你这表情绝了，又拽又心虚，我都想给你2拳。不过借你手机，这妹子谁啊？长得真不错，气质也好。傅成彦的耳根悄悄红了，他手指不自觉地在酒杯上摩挲着。一个路过的好心人，当时那么多人，就他愿意借我。哟，众人立刻嗅到了八卦的味道。我们燕哥这是铁树开花了。傅成彦白了他们一眼，点开和我的聊天界面，上面空空如也。他没好气地骂道：滚蛋，少胡说八道。1周前，我还是顾远山最得意的关门弟子，内定的工作室接班人，而现在我就成了一个被他当众逐出师门，并被行业封杀的叛徒，只因为他找到了他真正的缪斯林菲菲。今天是我搬出工作室的最后期限，我默默收拾好我的画稿和工具，拖着行李箱准备离开。林菲菲却拦在了门口，双手抱胸，姿态高傲。站住，老师的东西你一样都不许带走。他说着，粗暴地打开我的行李箱，把我多年积攒的设计手稿、获奖证书，甚至是我自己买的专业书籍和攒有我积蓄的存折，全都蛮横地倒了出来。地上只剩下几件换洗的衣服，存折里的钱是我自己一笔笔存的，你凭什么不让我带走？你是靠着老师的事才起来的，本身根本没什么才华，凭什么要让你带走？我看向不远处的沙发，我的恩师顾远山就坐在那里，冷眼旁观，一言不发。曾经最照顾我的师兄沈岩，此刻正殷勤地给林菲菲递水，仿佛根本没看见我。屈辱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。我蹲下身，默默地把衣服塞回箱子，把存折甩在一边，然后站起来，最后看了他们一眼。暂时留给他们又怎样？反正他们也取不出来。我住进了闺蜜江淼家，江淼一边帮我铺床，一边安慰我：没事，婉婉，住我这儿挺好的，那什么破工作室不待也罢。我知道，这只是暂时的。江淼总说我单纯，可他不知道，被从云端拽入泥潭的人，怎么可能还单纯的起来？我的心里憋着一团火，我要让顾远山和林菲菲后悔。在苹果店偶遇傅成彦，对我来说或许是转机。他刚从国外回来，还没被这个圈子的污浊浸染。感谢我这张还算不错的脸和我多年的一些积累，这是我现在唯一的资本。过了2天，傅成彦终于给我发来了消息：
之前说好要请你吃饭，今天有时间吗？看着这条信息，我嘴角的弧度越拉越大。淮海路那家新开的西餐厅，晚上7点不见不散。我走进餐厅时，就感觉气氛有点诡异。有的人假装在看菜单，眼神却一个劲儿地往我这边瞟；有的人举着手机假装自拍，镜头却明显对准了我。傅成燕已经坐在靠窗的位置等我了，她见我进来，不自然地轻咳了一声。那些人立刻正襟危坐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而傅成燕的耳根又红了。我瞬间了然，这些人八成是他那群爱看热闹的兄弟。今天我特意穿了一条自己设计的黑色小礼裙，简裁简约，却在细节处彰显着功力，恰到好处地勾勒出我的身形，简约又不失大方。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傅，小燕，大小的小，砚台的砚。我叫苏婉，夜晚的晚。她的指尖很烫，和我相处的一瞬间，像触电般缩了回去。傅成燕努力维持着高冷人设，可那红得快要滴血的耳根早已出卖了他。周围那几桌不时传来压抑不住的闷笑声，眼看着他的脸越来越红，甚至连脖子都泛着粉色。看来这顿饭请对了，他比我想象中还要纯情。吃完饭，我们道别。我站在餐厅门口打车，隐约听到身后传来傅成燕压抑的怒吼：“谁让你们跟来的啊？跟探照灯似的，滚滚滚！”我在路边等网约车，等了很久。以前我出门都有工作室配的专车，生活的落差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不知道林菲菲现在是不是正享受着本该属于我的一切。天忽然下起了大雨，我被淋成了落汤鸡。回到江淼家，他立刻递来一条干毛巾。你怎么搞的？下这么大雨都不知道躲一下，没事吧？他担忧地看着我，鼻头一酸，我差点哭出来，但还是忍住了。我苏婉风光了20几年，到头来真正属于我的只有一个闺蜜，一张余额所剩无几的银行卡和一具24岁的身体。那之后，傅成燕开始频繁地给我发消息，她会分享她生活里的各种琐事。我被拉到了一个酒会，好无聊啊，想跟你去逛美术馆，还能约你吗？她发来的照片里，我看到了林菲菲，她穿着我设计稿里的一件礼服，被我的恩师顾远山介绍给各位业界大佬，笑得春风得意。酒会极尽奢华，他没有刻意遮掩什么，只是把镜头拉远，站得腿都麻了。我心领神会的回复：那天在苹果店就觉得你好高，超过185了吧？191，裸高。我几乎能想象出他坐在角落里，百无聊赖地翘着2郎腿，看到回复后得意，勾起嘴角的模样。有些人什么都不用做，就能轻易拥有一切，比如林菲菲，她没什么天赋，只会抄袭和模仿，却靠着一张巧嘴，深得顾远山的宠爱。我不同，顾远山对我要求极为严苛，他曾说我是他见过最有灵气的设计师，我为此更加拼命的努力。声誉、钱财能够为工作室带来的身外之物，我拼尽全力的去够。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，原来顾远山早就发现了林菲菲抄袭我的作品，但他选择了视而不见。难怪我拿下国际大奖，他也没有多高兴。在他即将正式宣布我为继承人时，林菲菲出现了，他轻而易举地取代了我。原先最器重我的恩师，最照顾我的师兄，现在都围着林菲菲转。我是那个被抛弃的人，除了江淼一直在我身边，所以属于我的，我必须自己夺回来。傅成燕的消息又来了，还好有你陪我聊天，不然这种场合真的能把人逼疯。什么酒会啊？听起来很重要的样子，不能不去吗？顾氏工作室的庆功宴，庆祝他们的新人设计师林菲菲拿下了一个大奖。家里老爷子跟顾远山有点交情，必须得来。林菲菲拿奖了，还是庆功宴？我手一抖，手机摔在了地上。我10几年的心血，无数个通宵熬夜画出的设计稿，最终都成了他平步青云的阶梯。怎么了？好大一声响！手机没拿稳，摔了一下。不过你家为什么一定要参加呀？这种级别的宴会，应该是很有实力的人才会被邀请吧？西西，其实我是瞒着我爷爷偷偷溜出来的。你有没有想吃的东西？我给你带点。你真厉害，这都能溜出来。能给我带一块提拉米苏吗？突然好想吃。没问题。约定好了见面地点，我看着碎了屏的手机，一阵心疼。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随心所欲地换最新款了。这样的生活必须尽快结束。我准备这次见面就让傅成燕彻底上钩。我去便利店买了点东西，准备为晚上的约会增添一点乐趣。可我没能去成。便利店门口停着一辆我再熟悉不过的法拉利。我的师兄沈岩从车上下来，拉开副驾的门，扶出了打扮得像个公主的林菲菲。师兄，这里好破啊，我1秒钟都不想待。林菲菲嫌恶地皱着眉。
沈岩温柔地拨开他额前的碎发，语气宠溺。我们是来警告一下江淼，让他别多管苏婉的闲事。菲菲再忍一忍。江淼是我的闺蜜，我最好的朋友。我的眼眶瞬间红了。警告他，就因为他收留了我。沈岩师兄，你真的要做得这么绝吗？就为了那个林菲菲？被榨干价值的天才果然下场凄惨。我蹲在角落里等了很久，那辆刺眼的法拉利才终于开走。江淼家境不错，但他家里的公司处处受制于顾远山工作室所在的集团。我回到家时，江父冷着脸坐在沙发上，江母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嫌弃，江淼夹在中间，一脸为难。婉婉，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，托起了我的行李箱。临走前，我对着他们深深鞠了一躬。叔叔阿姨，非常抱歉给你们添麻烦了，也谢谢你们的收留，我不会再打扰了。现在我真正的一无所有了。我蹲在路边，行李箱就放在脚边，眼泪一滴一滴砸在干净的人行道上，晕开一圈圈小小的水花。我拿起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着99加的未读消息。我以为是沈岩的追骂，或是林菲菲的嘲讽，没想到全是傅成燕，我差点把她忘了。苏婉，我到了，提前了半小时，怕你等我。我靠，我看到一只流浪猫在翻垃圾桶，姿势好矫健，拍给你看。你到了吗？女孩子出门是会慢一点，我懂的。我今天也特意打扮了一下，很帅。西西，给你买了提拉米苏，等你来吃。你在哪儿？是不想理我了吗？提拉米苏要化了，我先替你吃了。苏婉，下次换我请你吃饭好不好？还有好几个未接来电，你在哪？是不是出事了？我一直在原地等你，看到回个一。我胡乱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和泪水。抱歉，傅燕家里出了点急事，去不了了。蛋糕你替我吃掉吧，让你等了那么久。对不起。我拖着行李箱在无人的街上漫无目的的走。如果我现在开口说想去傅成燕家借住一晚，他大概率不会拒绝。可是我不想，上赶着的总显得廉价。被恩师抛弃，被师兄赶尽杀绝，已经够难堪了。江淼的电话打了进来，我调整好情绪，努力让声音听起来正常。喂，我没事，刚找了个酒店住下，大床房舒服得很。明天的事明天再说，天无绝人之路嘛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。苏婉，你别装了，我就在你对面马路。我爸妈是混蛋，但我不是，我能帮你。我回过头，江淼撑着伞站在我对面。我爸给你的补偿。苏婉，给我站起来。24岁，本该是意气风发的年纪，可我却像个被全世界抛弃的垃圾。而江淼站在我面前，像个披荆斩棘的骑士。谢谢。跟我客气什么？去公寓的路上，我坐在车里，看到路边的长椅上坐着一个人，他修长的腿上放着一个已经有些融化的小蛋糕盒子。他低着头，一动不动地盯着手机屏幕。是傅成燕。江淼爸爸给他备用的公寓很久没人住了，积了一层灰。原本想叫个家政，但看了看我卡里仅剩的余额，我默默放弃了这个想法。傅成燕的消息没再发来，但我手机的震动却没停过。打扫完，江淼要回家了。我得走了，不能在外面过夜，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坐在床上抱着抱枕。曾几何时，顾远山也对我管教甚严，不允许我晚上在外逗留。可现在，就算我夜不归宿，他大概也不会在意了。毕竟林菲菲才是他新的缪斯，新的骄傲。我拨通了傅成燕的视频电话，他几乎是秒接，激动地从床上弹了起来。我还以为你讨厌我，再也不想理我了。你发消息说家里出事了，需要帮忙吗？只要你开口，我什么都能做。你借了我手机，我还没报答你呢。我真的以为你不要我了。前一秒，他的朋友圈刚发了一个心碎的表情，后一秒又发了一个满血复活的傻乐表情包。也只有在这样幸福美满的家庭里，才能养出这样的人吧。一个素不相识、家境悬殊的女孩放了他鸽子，消失了几个小时再打电话过来，换做任何一个富二代都会觉得这是欲擒故纵，而不是真诚地问你需要什么帮助，我都可以帮你。我看着傅成燕的眼睛，那里面有未经世事的纯粹和明亮。你为什么给我打那么多电话？因为我担心你。我笑了。你可真是个热心肠，对谁都这么关心吗？他急了，有些语无伦次。不是，我只关心你。是吗？我故意拉长了语调。傅成燕的脸涨得通红。因为你对我来说是不一样的。我凝视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问：傅成燕，我想做你女朋友，可以吗？10、9、8。如果他拒绝，我就彻底放弃这个计划。这个圈子里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傻子，玩火的代价我可能承受不起，到时候被玩弄感情，再被一脚踹开，丢下一句
苏婉，你还真以为我喜欢你，不过是玩玩而已。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那么狼狈。4、3，我正准备挂断，他终于从巨大的震惊中回过神来，结结巴巴，耳根红得像要烧起来。真的吗？我愿意。我发自内心的笑了，这一整天的疲惫和委屈仿佛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睡觉吧，程燕。第二天醒来，视频电话打了一整晚，直到手机自动关机。既然傅成燕答应了，我就要以他女朋友的身份杀回那个圈子，抢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我当然知道这对傅成燕不是很公平，可是现在的我没有办法，面临整个行业的封杀，纵使我有通天的本事，也冲不破牢笼。但顾远山的工作室虽然厉害，但跟傅家比起来，不过是萤火与皓月。他把我拉进了他的兄弟群。介绍一下，我女朋友。大家好，我叫苏婉。他们都是傅成燕在国外长大的朋友，所以并不认识我。但我知道，用不了多久，我被逐出师门的丑闻就会传遍整个圈子。我们约好了第一次正式约会。我饿着肚子去的，我的银行卡被顾远山冻结了，身上只有林菲菲赏的几千块。那天他砸了我的画稿箱，把里面的珍贵手稿付之一炬。苏婉，这些都是你抄我的，你还想带走？做梦！他甩给我几张钞票。别说我们顾家苛待你，这是你应得的。鸠占鹊巢这么多年，苏婉，你欠我的。那时候我的恩师顾远山就站在旁边冷漠地看着，沈岩甚至还帮林菲菲扇了扇风，生怕火烧得不够旺。那一天，我从工作室跑出去，找到了江淼，他带我去了苹果店，想让我买个新手机换换心情。然后傅成燕就出现了，他站在门口问：谁能借我一部手机？我想抓住他，于是我把手机给了他。傅成燕带我去见他的朋友。我那帮损友都想见见你，来嘛！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我傅成燕不是万年单身狗，我女朋友又漂亮又有才华。我答应了，可一走进包间，我就如坠冰窟。里面坐着一个我认识的人，周子昂。另一家顶级设计工作室的邵东家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傅成燕，你女朋友就是她。傅成燕还没来得及介绍，周子昂就开了口，他语气里的嘲讽毫不掩饰。何止认识，我还追过呢。原本喧闹的包间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怎么都不说话了？他慢悠悠地站起来，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我确实追过她，追了整整2年，人家正眼都没瞧过我。毕竟以前的苏大设计师眼高于顶，出了名的难追。他话锋一转，声音里充满了恶意。不过现在嘛，恐怕是随便一个男人，只要能给你点好处，你就能摇着尾巴跟上去了吧。有人听不下去了。周子昂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把你当朋友才叫你来。傅成燕一把将我拉到身后，高大的身影将我完全护住，隔绝了周子昂恶毒的视线。他双手插兜，姿态闲适，眼皮都懒得抬一下。话说够了吗？周子昂愣住了。傅成燕，你为了这么一个女人跟我翻脸，别忘了，我们2家马上就要合作了。她算什么？一个被老师赶出来一文不值的美丽废物而已。傅成燕掏了掏耳朵，语气轻描淡写：跟你这种人合作，我怕脏了我的手。现在你可以滚了。窒息的气氛终于被打破。就是，今天燕哥生日，这姓周的跑来添什么堵？燕哥看得起他才请他来，真把自己当盘菜了，还敢对嫂子冷嘲热讽。我看他是不想在沪轩混了。别看我们燕哥平时好说话，做老爷子的手段谁不知道？给燕哥找不痛快，脑子坏掉了。我攥紧的拳头在这些维护声中一点点松开了。周子昂还在死死地盯着我，眼里满是怨毒。你宁愿找他，也不肯接受我的帮助。苏婉，你从里到外都烂透了。我垂下眼眸。周子昂是追过我2年，我也拒绝了他2年。他一开始接近我，不过是觉得有挑战性。我亲耳听见他和朋友打赌，付出3个月，我就能让他乖乖躺到我床上来。后来无论他送花送礼送殷勤，我都没给过他好脸色。或许是我的拒绝让他产生了执念，误以为那是喜欢。就凭着这点执念，他追了我2年，甚至在我的工作室楼下淋雨卖惨。江淼曾不解地问我：好歹也是周家大少爷，你就一点不心动？我拉上百叶窗，语气冰冷。然后呢？答应他，等他新鲜感一过，再被狠狠抛弃吗？我苏婉还没那么廉价。后来林菲菲出现，我被顾远山赶出师门。
在我最狼狈的时候，周子昂终于又联系我了，不再是卑微的讨好，而是高高在上的施舍。思婉，我终于等到你落魄的这一天了，求我就帮你。没地方住了吧？1个月3万，我可以让你住进我的别墅，做我的地下情人。你也只配做地下情人了，毕竟承认你是我女朋友有点丢人。我当时看到这些消息，直接就把他拉黑了。我靠我的专业随便接点私活，月入也不止3万，把我的未来断送在这样一个人渣手里，我不愿意。有些人不是来雪中送炭的，他们只是想在你本就鲜血淋漓的伤口上再狠狠地踩上一脚，听听你的哀嚎，来满足他们变态的快感。周子昂还不依不饶，甚至想伸手来抓我。我端起手边的红酒，对着他那张自以为是的脸尽数泼了上去，酒液顺着他的头发滴落，眼神更加阴狠。他猛地掀翻了桌子。你不但拒绝我，还敢这么羞辱我，苏婉，你凭什么？包厢里瞬间乱作一团，傅成燕的朋友们和周子昂带来的人打了起来，而傅成燕只是一味地护着我，和我碰了碰杯，仿佛周围的混乱与他无关。他抿了口酒，淡淡地说了一句：别打脸，打在看不见的地方。好嘞，燕哥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这姓周的太不是东西了，刚刚那番话我都听不下去了。最后鼻青脸肿的周子昂被他那帮朋友架着丢了出去。他在门口叫嚣：傅成燕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跟你没完。有人朝地上啐了一口：滚吧，疯狗！我沉默了，这是我没想到的结果。我坐在这群为我打抱不平的人中间，忽然有些局促。我是一个活在阴影里的人，心里充满了不甘和愤怒。我想利用傅成燕去夺回属于我的一切，让那些伤害我的人后悔。可要我在这些真诚维护我的人面前耍那些肮脏的手段，我忽然觉得我做不到。我可以不择手段，但我不能卑劣。我沉默地喝着酒，傅成燕忽然笑着拿走了我的酒杯。苏婉，你脸红了，这酒后劲儿大，换一杯喝。我这才发现，看他们打架看得太入神，不知不觉已经喝了半瓶。可已经晚了，我觉得天旋地转。傅成燕把她的外套披在我身上，那件外套很大，带着她身上清冽好闻的味道，将我完全包裹。你们慢慢玩，我送她回去。燕哥放心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我们懂。傅成燕的手臂很有力，稳稳地抱着我，她身上的温度透过薄薄的衣料传来，气氛瞬间变得暧昧。我有些紧张，在彻底失去意识前，我抓着她的衣领，含糊不清地说：你不许碰我。她低声应着，但我最终也没能告诉她我住在哪里。我的大脑一片混沌。在车里，我靠着她的肩膀沉沉睡去。第二天醒来，头痛欲裂，胃里翻江倒海。我冲进卫生间，吐了个天昏地暗，洗了个澡，把自己从里到外清理干净，才感觉重新活了过来。我像在自己家一样裹着浴巾出来，躺在柔软的大床上发呆。这时候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头顶的水晶吊灯和公寓里的不一样。我环顾四周，呼吸瞬间一滞。这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。巨大的落地窗外是繁华的江景，房间的装修风格是低调的奢华。左边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建筑和设计模型，右边的墙上挂着几幅画。记忆回笼，我想起来了，傅成燕抱着我上了车，我靠在他怀里，最后滑到他腿上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，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所以这里是傅成燕的家。门开了，傅成燕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，我立刻用被子把自己裹紧，靠在床头。你醒了？他把托盘放在床头柜上。醒酒汤和早餐，你头发还是湿的，我帮你吹干。我捧着醒酒汤，一口一口地喝着。不用。那个，昨天晚上我绝对没有碰你。他的耳根更红了。你嘴角的伤是你自己咬的，不信你看。他把手机递给我，我狐疑地接过来，只看了一眼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视频里，我像只八爪鱼一样抱着他啃他的脸，啃他的嘴，啃他的喉结，还发出满足的傻笑。你好香啊，西西，让我轻突你。看，我是绅士手。他指着视频里自己高高举起的双手，努力证明清白。但兄弟，你好像也没推开我啊。我汗颜，没人告诉过我，我喝醉了是这个德行，沉默是今早的康桥。后来你就哭了。他轻声说，视频里我抱着他嚎啕大哭。为什么他们都不要我了？为什么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恨他们，我恨所有人。我尴尬到脚趾抠地，默默关掉了视频。太丢人了，我从来没这么失态过。顾远山教导我，设计师要有风骨，时刻保持优雅和体面。
所以在周子昂羞辱我时，我没有动手，只是泼了他一杯酒。所以在林菲菲烧掉我的手稿，顾远山和沈岩冷眼旁观时，我没有歇斯底里，只是平静地离开，平静地寻找反击的机会。傅成燕忽然拿出一方手帕，轻轻擦拭着我的嘴角。昨天你哭得很难过，以后要是难受了就告诉我。苏婉，你不是一个人，我很荣幸能成为你的底气。他的眼神太真挚，太滚烫。我眨了眨眼，默默喝完了醒酒汤。我现在有点怕了，我怕他知道我最初接近他的目的。但既然谎言早晚会被戳破，那就让这场利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何谓卑劣？这世上又有几人能做到真正的坦荡纯粹？周子昂有他的恶，林菲菲有他的恶，顾远山和沈岩也有他们的。我不过是想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我收拾好心情，靠在床头看着他。他已经坐回书桌前，开始处理文件了。我听说过，这位护圈太子爷是靠实力考进的常春藤名校学的建筑设计。他爷爷傅氏集团的掌舵人对他既宠爱又无奈，曾放话：给你5年时间，你要是搞不出名堂，就滚回来继承家业。然后他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，名下已经有了好几项国际专利，算是金字塔尖的高智商人群。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在感情方面单纯得像一张白纸。我沉默了片刻，调整好心情准备下床，才发现自己只裹着一条浴巾。难怪他刚刚眼神一直飘忽，就是不看我。我有些无措，我穿来的衣服被我吐得一塌糊涂，早就被扔了。我现在是该跟他借一套衣服穿吗？虽然名义上我是他女朋友，但没人比我更清楚，这是假的，是我算计来的。我没有底气用这个身份向他索取什么。这时有人敲门，他起身去开。10分钟后，我的床上多了10几个购物袋。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风格，就让他们每个款式都拿了一件。他是我的哆啦 A 梦吗？他很自觉地退出了房间。我拆开包装袋，里面有10几套裙子和套装，还有几套不同款式的内衣，尺码是 C。他怎么知道的？虽然昨天报过，但我慢吞吞地挑了一件最保守的长裙换上，然后我准备悄悄溜走，却在门口被他逮个正着。哪儿？回家。我莫名有些心虚，他身上那股慵懒的气势怎么忽然变得这么有压迫感？他把那10几个购物袋拎起来塞到我怀里，又把一张黑色的卡放在我手心。给女朋友的零花钱，苏婉记得花。我没有矫情的推辞，我现在太需要钱了，况且他的钱，他的人脉，他的资源，不就是我一开始的目标吗？门口停着一辆线条流畅的跑车，牌子我不认识，但看着就很贵。他替我系好安全带，我胡乱指了一个地铁站让他停车，等他的车消失在视线里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没想到一转身就看到了林菲菲。呀，这不是我们被赶出家门的苏大设计师吗？怎么离开工作室才几天就傍上新金主了？他手里拎着好几个奢侈品袋子走到我面前。啧，开这种没见过的杂牌跑车你也看得上？苏婉，你现在真是越来越不挑了。沈岩就跟在他身后，看着他对我耀武扬威，眼神里满是宠溺。我转身想走，林菲菲却一把拦住我，扯过我胸前的一枚胸针。这不是老师压箱底的宝贝深海之心吗？怎么会在你这里？你偷的吧？还是说你偷偷用工作室的钱买下来了？这是老师的东西，就是我的。林菲菲，还给我，那不是你的东西，那是我朋友送的。他把胸针别在自己胸前，对着路边的橱窗照了照。这胸针还真配我，品味不错。我冲过去想抢回来，沈岩却抓住了我的胳膊。他垂眸看着我，眼神阴郁。那就是菲菲的东西。苏婉，你霸占了老师的宠爱10几年，现在用我们的钱买了胸针，菲菲喜欢，你凭什么不给？你凭什么不给？我烦躁地甩开他的手。什么你们的钱？那是我朋友送我的。神经病，还给我！手腕被他攥得生疼。沈岩的眼神里充满了我不懂的愤怒和不甘。手好疼。他触电般松开手，然后愤愤地看了我一眼，护着林菲菲扬长而去。够了，我真的受够了。傅成燕的车去而复返。苏婉，你的东西落下了，还好你没走远。他提着那10几个购物袋小跑过来。这些衣服都是我亲手挑的，以后穿给我看。话音未落，他手里的购物袋就掉在了地上。他捧起我的脸，好看的眉眼瞬间沉了下来。脸怎么回事？谁抓的？还有你的手腕。我怕他怪我没保护好他送的东西，
拉着他的手低声说：“胸针被抢走了。”谁？眼泪不争气的掉了下来，砸在他白皙修长的手背上滚烫。林菲菲，我承认我是故意的。在看到傅成燕回头的那一刻，我就动了这个念头，我要利用他现在对我短暂的喜欢去教训林菲菲。我受了那么多委屈，凭什么要一直隐忍？我的人生已经千疮百孔了，他们为什么还要来捅刀子？我不知道，但如果可以，我要他们血债血偿。傅成燕果然带着我杀回了顾远山的工作室。他穿着剪裁合体的黑色西装，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强大气场。他就那样随意地坐在工作室的大厅里。那个地方，顾远山曾无数次教导我要正襟危坐，要保持仪态，而他慵懒地靠在沙发上，长腿随意地伸展着，仿佛这里是他的地盘。顾远山和沈岩擦着冷汗从楼上下来。傅少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确实是有失远迎。顾远山所在的集团在傅家面前不过是个弟弟。傅少，今天这是……林菲菲兴奋地从里面跑出来，她耳朵上戴着一个古朴的墨玉耳环，我多看一眼就觉得头晕。傅哥哥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对不对呀，傅哥哥？傅成燕不动声色地往旁边挪了挪，眼里的嫌弃毫不掩饰。他把一张鉴定证书拍在桌上，然后目光扫向林菲菲的胸口。前几天我拍下的深海之心是我送给我女朋友的礼物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林小姐身上。顾先生是想私了，还是我们报警，按抢劫或者盗窃处理？傅成燕双腿交叠，语气淡漠，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威压。林菲菲的脸瞬间白了，手下意识地护住胸针。这是我从苏婉那里拿的，她偷了老师的东西，这本来就该是我的。而且傅哥哥，你干嘛对我这么凶呀？我们是情侣呀，你给我买东西是应该的呀。顾远山一把捂住了他的嘴。你闭嘴。他从林菲菲胸口取下胸针，毕恭毕敬地送到傅成燕面前。你戴过了，脏。林菲菲挣脱顾远山，歇斯底里地摇晃着墨玉耳环。这胸针就是送给我的，对不对？明明就是送给我的。傅哥哥，你说话呀。傅成燕厌恶地看了他一眼。看来顾先生是不想私了了，那我们走法律程序吧。顾远山和沈岩连忙求情。别，傅少，别，小女不懂事，我们教训她。私了，我们私了。胸针拍卖价的双倍，您看行吗？林菲菲还在尖叫，沈岩死死抱住她。菲菲，这个人我们惹不起，你冷静一点。林菲菲气得眼睛都红了，她反手给了沈岩2巴掌。我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，你凭什么管我？傅成燕明明是我的男主之一，你让我别惹他，你到底向着谁？傅成燕是我的，胸针是我的，苏婉的一切都该是我的，你们凭什么不给我？他像疯了一样在地上撒泼打滚。我原本只是安静地坐在一旁，他看见我像看见了仇人，猛地扑了过来。杀了你，都是你，只要你消失了，一切就都正常了。傅成燕一把将他推开。疯子！他找准机会，一巴掌朝我脸上扇来。情急之下，傅成燕把我扑倒在地。林菲菲被他撞得一个踉跄，脖子重重地磕在了桌角上。啪的一声脆响，世界忽然安静了。林菲菲难以置信地看着地上的墨玉碎片。我的耳环，我的系统。她趴在地上，徒劳地想把碎片拼起来。而原本焦急地围着她，关心她有没有受伤的顾远山和沈岩，忽然脸色煞白，齐齐后退了2步，瘫坐在地上。他们看向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浓浓的愧疚和痛苦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冷漠和不屑。婉婉，沈岩伸出手，声音颤抖。我后退了2步。别这么叫我。傅成燕站起身，把我从地上拉起来，带着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刚出门就遇到了警察，他们把还在发疯的林菲菲带走了。被带走前，她还死死地攥着那些碎片，哭得撕心裂肺。老师，师兄，你们真的不管我了吗？我是你们的菲菲啊！曾经把她当眼珠子一样疼爱的顾远山和沈岩，此刻都紧张地看着我。婉婉，我没有回头，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，有什么苦衷，我受到的伤害都是真实存在的。这一次是因为有傅成燕，如果没有他呢？我会被林菲菲逼到绝路，然后像垃圾一样被这个世界遗忘，他们会彻底失去我，而我也会被彻底埋葬。你给我爱，我还你爱；你给我恨，我还你恨，这才是公平。傅成燕带我回了他的别墅，他往沙发上一躺，长舒一口气。刚刚装得好累啊，苏婉，能不能帮老公捏捏肩？看在刚刚他奋不顾身保护我的份上，
我勉强走过去，替他捏着肩膀，故意忽略了那个称呼。其实那天在苹果店，我就看出来你在哭了。我的手顿住了，有那么明显吗？我明明已经很努力的在笑了。你虽然装作不在意的样子，但眼神里全是委屈。苏婉，现在还委屈吗？心莫名的一酸，我摇了摇头，不委屈了。我不傻，林菲菲的反常，她破防后说的胡话，还有那个耳环碎裂前后，这件事不简单。也许他们是被那个所谓的系统控制了，但谁又能说得清，那究竟是完全的控制，还是仅仅放大了他们内心深处本就存在的偏爱和自私呢？所有的爱都会消失，我不会再依赖任何人的爱了。我的心很软，经不起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和背叛。他忽然坐起来，与我面对面。你又在想什么？眼神这么决绝，不会是想功成身退，连我也一起抛弃吧？不行啊！他把头埋在我的颈窝，轻轻地蹭着。你都在我心里了，还想跑？他轻轻在我脖子上咬了一口，像小狗在标记领地。我不许！我抬手放在他的肩上。那我不走，我可以为他，为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暖，再相信一次，给别人一个机会，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。林菲菲和顾远山的亲子鉴定报告出来了，不支持林菲菲与顾远山存在亲缘关系，林菲菲才是那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那天顾远山拿着报告来找我。婉婉，是老师对不起你，你能不能回来？我们都被他蒙蔽了，是那个耳环，我们才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，能不能原谅老师？我不想。前些天我去监狱看过林菲菲，她躺在床上，面如死灰，她看着天花板，喃喃自语：那耳环不过是个恶念放大器罢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的心是纯白无瑕的，他只是把人心里的恶从笼子里放了出来而已。我靠着它攻略了那么多个世界，没想到在你这儿翻了车。该起作用的时候不起作用，不该起作用的时候瞎起作用。在监狱里，除了害我，还能有什么用？他疯疯癫癫地咒骂着。我默默地把一份加了料的饭菜放在了探视窗，就当我为自己报仇了。也许顾远山他们之前也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爱我，不然又怎么会从小就对我进行填鸭式的教育，剥夺我所有的童年乐趣，只为了把我培养成一个完美的联姻工具。体态要完美，学识要丰富，要多才多艺，这样才能找到好的靠山。不许弯腰驼背，不许看漫画，不许吃垃圾食品。这次比赛为什么只拿了第2名？说过多少遍，你要做到最好。我回到了学校，继续完成我的学业。学校里那些曾经对我冷嘲热讽的人，现在都对我毕恭毕敬。周子昂更是脸色苍白的来找我道歉。对不起，苏婉，那天我说的都不是真心话。但你肯定那么想过，耳环的力量只是给了那些阴暗的想法一个说出口的机会。周子昂，别来找我了，我从来没喜欢过你，你也不用再白费力气了。你说过的那些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会原谅。他踉跄着后退了一步，我站起身，头也不回地走远了。沈岩跟了我好几天，我停下脚步，身后的脚步声也戛然而止。我回头，他局促地看着我。婉婉，师妹，你什么时候回家吃饭？我转过头，不回去了，再也不会回去了。破镜难圆，就算粘好了，也满是裂痕，一碰就碎。是师兄对不起你，你要怎么样才肯原谅我？不原谅。我走了，任由大雨将他的身影吞没。伤得多了，心就冷了。江淼躺在我公寓的床上滚来滚去。苏婉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的床好软啊。软？这网上99包邮的床垫也配叫软？当然软了，也不看看是谁买的。谁买的？傅成燕啊。什么情况？这公寓不是他爸爸的吗？江淼忽然变得严肃起来。有句话我憋好久了，我那抠门老爸怎么可能把这么好的公寓给我？所以我有了不好的预感。他晃了晃手里的钥匙。傅成燕的，你放他鸽子那天他找不到你，急疯了，辗转联系到我，我就把你的事一股脑全告诉他了。他说他想帮你，又怕伤你自尊，因为你几个小时不理他，他就以为你不想接受他的帮助，所以让我出面。我要是早知道他那么有钱，肯定让他给你租个大别墅，才不住这小破公寓呢。所以傅成燕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所有的狼狈和不堪。我忽然有点慌，好像我所有的小聪明小伎俩在他面前都像一场幼稚的独角戏。他不仅没有戳穿，还温柔地配合着我，假装上钩，一步步走进我为他设下的陷阱。晚上傅成燕打电话给我，我挂了。半小时后
公寓的门铃响了，我不想开，门外传来他带着笑意的声音：“苏婉，再不开门，我就喊人了。你想知道的，关于我的一切，我都可以告诉你，只要你肯问。”